超大连，顾名思义，超大的蟑螂，广东的特产啊，广东人的最爱。那么本次也是一个非常整活的一个产品啊，拼装模型，萝卜动漫带来的一个拼装的一个蟑螂模型。我想应该在南方的朋友啊会比较熟悉。你如果在上大学或者上高中住校的话，宿舍里面看到一只，那就说明你的宿舍里面已经遭遇了生化武器了。不过我们这边啊，习惯把蟑螂叫做小强。那么小强这次因为是一个拼装模型嘛，所以说还是附带板件的。板件算上小板件，共是8块。当然实际的话应该是7板，因为其中1板的话是棕色跟白色，外加可以自行选择安装一个颜色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它这次附属了一个小人，小人呢是背着包的，刻画了一个形象，整体是一个软胶材质，可以直接骑在蟑螂身上，也是应对了广东人从小就是骑蟑螂上学的。同时，产品还附带了一张水贴，水贴上面的这个装饰啊，也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印了各种有趣的文字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贴取。有双马尾的，不一定是萝莉，也有可能是蟑螂跟吕布。那么蟑螂这次双马尾提供了2种颜色，一黑一白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，并且这个呢长度也可以自行选择，剪一剪就可以了。本次呢还附带了一个灯组，磁控的，需要自备2个 AGE 的电池。那么本次超大连蟑螂呢，因为板件并不是很多，所以说大概1个多小时就可以拼装完成。拼装完成之后呢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十分相似的一个机械蟑螂了。甚至我在拼的时候都有点毛骨悚然了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怕蟑螂的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蟑螂的设计师呢是有仔细观察过蟑螂的。他在还原蟑螂的特点的同时呢，增加了机械感。并且蟑螂的前翅后翅呢，也是有进行一个还原的，里面也是添加了机械的一些纹路刻画以及推进器的细节。那么这点我其实是有点怀疑，这个设计师是不是真的抓了一只蟑螂，研究了半天，然后才画出来的这个设计稿。在蟑螂的头部呢，眼睛的刻画是刻画了一个独眼，没错，蟑螂也是吉翁公国的。头部下端也有一个可以调节眼睛的位置，这边呢是可以直接调整这个眼睛的一个朝向。蟑螂的双马尾呢是可以自行选择它的长短，如果觉得短了呢，也可以自行裁剪。安装的话也是比较方便，插上去就可以。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次蟑螂的这个背部呢，它的这个翅膀的设计也是比较还原的，它是有设计一个重叠叠在一起的一个样式，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还原的。蟑螂的前部是有一个反应堆，里面装了磁控灯组，可以直接磁控点亮，是一个核反应堆啊，也就是说这个蟑螂还是一个核动力的蟑螂。那么这次超大连的可动呢，首先头部是一个球冠啊，可以左右的进行一个转动，上端这边呢可以连带的头部一起上下活动，腿部这边根部是一个球冠，然后分段的一个关节，每一个都是这样子，可以进行一个角度的调节。上端的可动再加上这个脚部的调节呢，可以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蟑螂人。在两侧呢还有一个球形的一个雷达，是可以转动的检测的一个雷达。然后在翅膀这边，前面也说了，它是还原了前翅跟后翅。前翅呢是可以直接进行张开，是一个球冠进行连接的，里面呢是有一个推进器的小细节。这个推进器呢也是有做一个小联动的，随着尾端进行一个弯曲，这边推进器就会进行一个伸出，附带的一个小联动效果。整体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。同时，常玩蟑螂的都知道啊，蟑螂的后翅呢是一个薄膜状的一个翅膀。所以说呢，这次超大连还原呢是这边进行一个结构的一个展开，展开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孔洞啊，咱们就可以插上这个透明件了。透明件就是用来还原薄膜的一个后翅的，两边都插上这个后翅呢，整体就可以变成一个飞行的效果了。我乍一眼拿在手上还以为是一个流萤的变声器啊。同时啊，这个尺寸其实并不算小，这边这个是一个 MG 的小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对比啊。将这个蟑螂跟6寸的机梁放在一起呢，也是差不多大的，也是可以进行搭配，进行一个把玩。当然，因为它是一个核动力的武装嘛，所以说在腹部这边呢是有一个打开的机构，里面装了一些导弹。而在背部这边呢，也可以通过连接件的一个安装一个带孔洞的连接件。安装完连接件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将这个火炮进行一个安装。安装上去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相当于就是一个蟑螂搭载了一个类似电磁炮的一个样子。没错，这就是吉翁的最新核动力机动战士了。当然，我还是喜欢安装上这个广东人啊，广东人安装上去骑的这个蟑螂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特别是这个蟑螂飞起来的时候，广东人的这个姿势还是一个跃起的一个样子，特别好玩。那么本次也会在评论区中掉落视频中同款的一款超大连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不妨点点关注，咱们下期测评再见。